此刻，你可能刚拿到那张梦寐以求的绿色卡片，正收拾行李，心里满是对大洋彼岸新生活的憧憬。又或者，你已经在美国安家多年，觉得有了这张卡，就像吃了定心丸，来来去去，不过是趟寻常旅行。如果你这么想，今天这期内容，我请你把它当成护身符一样看完。我是苏燕，在汇点生活频道，我只讲那些没人愿意挑明，却足以影响你家庭未来的重要信息。请你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放下手里的事，因为接下来每一分钟都可能在未来某个关键时刻为你提供帮助。我在这行见过许多案例，就在前几天，我手机里还存着一段通话录音，里面是一位40多岁男士的哭声，不是哽咽，是那种彻底崩溃的，从胸腔里撕扯出来的绝望。隔着话筒，我都能感觉到他整个人被抽空了。为了保护他，我们叫他老陈吧。老陈在美国拿绿卡已6年，有房有家，孩子英语流利，日子安稳。可那天他打来电话时，却蜷在国内机场的椅子上，身边只有一个衰劣的行李箱。2天前，他如常结束探亲返美，却在海关遇到情况，护照和绿卡被装进红色封条的文件夹，他随即被带入询问室。3小时后，执法官拿着他已解锁的手机进来，屏幕停留在一条2年前的聊天记录上，那是他发给朋友的一条信息：张哥，下周你店里缺人手的话说一声，我过去顶2天，老规矩，现金结就行。就凭这句话，结合他过去几年极低甚至零收入的报税记录，老陈被认定存在税务问题，绿卡身份状态存疑，绿卡当场被收回，签发了快速离境令。几小时后，他就被送上飞机返回。一个家在48小时内陷入困境，妻子和孩子留在美国不知所措，而他可能很长时间难以再踏上那片土地，一切只因为一条早已遗忘的短信。今天在汇点生活，苏燕就要带你深入了解美国海关相关的流程与规定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一点帮助，请不吝点赞，更希望能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。您的一次转发，或许就能帮助一个人获得有用的知识，这非常有意义。好了，接下来进入正题，我们要弄明白，在入境柜台那短短1米距离里，你的手机如何可能从私人用品变成审查重点？你的手机里到底哪几类内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？面对检查，你究竟该怎么提前做好准备？我敢说，至少80%以上的人到现在还抱着一个天真的误解。他们总在后台跟我争论，苏燕，美国不是最讲人权和隐私吗？宪法不是说没搜查令不能乱翻东西吗？我手机里有私人照片，有日记，他们凭什么看？得有法官签字才行吧？朋友们，如果你现在还这么想，那我实话告诉你，你过海关的时候需要更加审慎。你必须搞清楚一个核心的法律现实，这叫做边境搜查例外原则。在美国法律体系里，边境包括所有机场、港口、陆路口岸，甚至边境线向内100英里区域是一个特殊的区域。在这里，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需要是优先于个人隐私权的。简单来说，从你排队准备踏入美国海关的那一刻起，你的身体、你的行李、你的钱包、你的手机电脑，在法律意义上就已经处于可被检查的状态。海关官员不需要向任何法官申请搜查令，不需要有特定的合理怀疑，就可以直接要求你： 1. 交出手机， 2. 提供解锁密码， 3. 当场解锁所有设备。我说的是可以要求，不是请求。我知道有人会想，我就不给，这是我权利。可以，你当然可以尝试。官员不会动手，他们会非常专业的行使权利，当场扣留你的所有电子设备。这些设备可以被扣留一段时间，他们会送到专业的技术部门，用上专门的工具，检查里面的数据。而你这么做的直接结果是什么？如果你是绿卡持有人，不配合检查本身就会被记上一笔，不配合执法，成为你记录里的一个备注。你会被长时间留在询问室，承受压力，甚至可能因此被拒绝入境，护照上留下记录。从此以后，你每次入境都可能被重点关注。如果你拿的是旅游、商务或学生签证，那就更简单了。官员可以直接以不配合边境检查为由，拒绝你入境，原机返回，签证可能受影响。所以，请记在心里，在海关那小小的通道里，不要试图去和柜台后的官员辩论美国宪法。在那个时刻，他就是规则的执行者。而且，今天的海关检查早就不是开箱看看有没有违禁品那么简单了。他们手里握有先进的数字取证技术，只要用一根数据线连上你的手机，短短几分钟，一些你以为已经删除的照片、消息、搜索记录，只要存储芯片上物理数据块没有被新数据覆盖，它们都有可能进行恢复。这不仅仅是看你的聊天，
他们能看你的浏览器历史，哪怕你用了无痕模式，能看你手机里所有 APP 的登录痕迹和缓存，能通过定位数据查看你过去几年的行踪轨迹，你住在哪，常去哪，在哪停留过，能查看你金融类 APP 的转账记录截图，甚至能要求你登录云端，调出你几年前备份的自己都忘了的文件。在他们的审查屏幕上，你的很多信息都可能被查看。现在，请你闭上眼睛想一想，你的手机里有多少经不起这样审视的碎片？有没有跟朋友讨论过美国税务，商量着怎么处理？有没有帮人带过物品？有没有在微信群里进行过货币兑换？有没有私下跟移民顾问聊过怎么满足居住要求来维持绿卡？这些平日里你觉得寻常的痕迹，一旦被海关官员用审视的眼光串联起来，就可能变成对你不利的材料。在具体告诉你哪些内容需要注意之前，我必须让你了解一下询问室里的情况，因为很多时候让人失措的不是手机里的证据，而是你在压力下说错的话。手机只是用来核实信息的一种工具，那个屋子通常不黑，甚至灯火通明，但它带来的心理压力足以影响任何人。从你进去开始，一个流程就启动了。第一阶段，隔离与等待。你所有的电子设备可能会被收走，暂时与外界失联。你无法通知接机的家人，无法联系律师，然后就是漫长的、无声的等待。1小时、2小时、5小时，没人理你，没人告诉你还要等多久。你只能坐在椅子上，看着周围同样面色凝重的人们，内心的焦虑会逐渐增加。你会不受控制的胡思乱想，他们到底查到了什么？是不是上次那件事被发现了？是不是我帮别人忙的事有问题？这种自我怀疑和焦虑是他们流程的一部分。第二阶段，看似随意的问话。终于有官员叫你了，别指望他们都很严肃，相反，他们可能很和气，像拉家常一样问你，先生，这次回去待了挺久啊，在美国主要做什么呢？这次带了多少钱？够用吗？你要千万注意。这时，他们面前的电脑屏幕上，很可能已经显示着你过去所有的出入境记录，你在申请签证时填写的所有信息，甚至国税局 IRS 提供的财务数据概要。他们问的每一个问题，心里可能早就有答案。他们是在核对信息，只要你回答的和系统里的记录，或者稍后从你手机里提取的信息有出入，你就会遇到问题。第三阶段，信息核实，这是最关键的一步。就在你稍微放松，以为自己回答的没有问题，官员会拿出你的手机，打开一张图或一段聊天记录，直接摆到你眼前。你刚才说你是全职家长，没有工作，那为什么这个人叫你老板娘，还给你转了$5000，说是货款？你声称回国是照顾家人3个月，为什么你的手机相册和定位数据显示，你那段时间都在各地旅行？那一刻，你可能会感到紧张，说话可能开始不连贯，而你这所有的反应都会被记录下来。一旦走到这一步，除非有合理解释，否则你的入境可能会遇到麻烦。好了，最重要的实操部分来了，我建议你看完内容后，可以拿起手机进行一次清理。以下3类内容是你手机里需要特别注意的。第一，一切和未合规工作、税务问题相关的痕迹，这是海关查的最严，需要注意的地方。无论你拿的是绿卡、学生签还是旅游签，只要你在没有合法工作许可的情况下工作，或者有收入却未合规报税，都会有问题。你要注意这些关键词：帮忙、现金、结算、代购、发货、私厨、装修、月嫂、跑腿、小费、老板、顶班。场景一，好心帮忙，引问题。很多留学生或者绿卡家属去亲戚的餐馆、朋友的超市帮忙，你觉得是情分，海关可能认定为工作。聊天记录里出现，咦，今天忙吗？我下课过来帮你收银2小时，或者钱不钱的没事，管顿饭就行。在海关的解读里，任何占据了通常需要有偿雇佣的岗位的行为，无论你是否实际收取现金报酬，都可能被认定为工作。如果你占了需要工作许可人士的位置，仅凭这样的聊天记录，就可能认定你违反身份规定或存在税务问题。场景2，社交圈里的活动。在社交圈发广告做代购，或者在群里出售自己做的食品，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。如果你的相册里有大量的商品实拍图、快递单号照片，如果你的账单里频繁收到标注货款、代购费的转账，海关官员会抓住矛盾点。你申报这些物品是自用，为什么手机里在和客户讨论转卖？你没有相关许可，为何持续有销售的现金收入？这不仅仅是工作问题，还可能牵扯出其他问题。场景3，现金收入的记录。对于绿卡持有者，如果你常年报税收入很低，但手机里却有这样的对话，
这个月工资还是发现金吧，别走账。那套房子装修尾款12000，您给我1万现金，2000转账好不好？这就是税务问题的证据。海关有权将这些信息同步给国税局 IRS， 并以此为由启动核查你绿卡状态的法律程序。第二，任何能证明你未将美国作为长期居住地，生活重心在海外的证据。这主要针对绿卡持有者，尤其是那些中美两地往返，大部分时间不在美国的人。绿卡的前提是你得把美国作为主要居住地。如果你大部分时间住在海外，只是每半年来一次，海关有理由怀疑你已放弃永久居民身份。他们怎么查？主要靠看你手机里的生活痕迹，注意这些关键词：回国发展、保身份、打卡、借住、没租房、租信箱、收信地址。场景一，聊天记录泄露意图。官员问你在美国住哪里，你流利背出一个地址，但官员打开你手机，看到你和朋友的聊天。这次回美国真折腾，就在你沙发上挤几天，应付完海关，我就买票回国了。或者美国房子空着，我就租个邮箱收信，省钱。这一条就直接证明你不仅没有长期居住意图，还对海关官员提供了不实信息，构成误导，后果可能严重。场景二，数字生活的重心偏移。你手机相册里多是海外的生活、旅行，关于美国的内容很少。你手机里装满了国内的 APP， 且使用频繁，而美国的 APP 要么没有，要么很少使用。这清晰地告诉海关，你的真实生活、消费、社交圈全在海外，美国只是你一个偶尔来访的地方。绿卡对你而言成了一张便利的旅行证件，海关可以据此认定你放弃了居民身份。场景三，证明文件的非合规痕迹。尤其是前几年，一些人为避免麻烦，使用不合规的证明文件。如果你手机里有联系他人办理不合规证明的聊天记录，或者跟朋友提到我自己处理了一张体检报告，反正没人细查，这属于文件问题，不止绿卡可能受影响，还可能面临其他处理。第三，所有涉及资金非合规操作、资金往来嫌疑的记录，这是很多人忽略但需要注意的领域，涉及美国相关法律和金融监管。行为一，私下换汇，觉得银行汇率不好或额度不够，在微信群里说谁需要人民币，我出美金，汇率优，面交现金。这种记录在海关眼里是需要注意的。首先，这本身可能是违反中国外汇管理规定的。其次，在美国，如果数额大、行为频繁，可能被视作未经登记的货币兑换行为。最需要注意的是，你无法证明换汇对方的资金是否完全合规。如果对方资金来源有问题，你接收了他们的钱，你可能被牵连。海关一旦发现大量换汇、汇率、面交、聊天记录，完全可以怀疑你参与非合规资金活动，直接拒绝入境并交执法部门调查。行为二，分差式汇款安排。如果你在微信里只会家人，爸，你从工行汇4900，妈，你从中行汇4800，千万别超过5000美金，分3天汇。这种行为叫拆分交易，故意规避超过1万美元必须申报的规定。在美国，这是需要注意的行为。海关看到这种有指挥、有计划的聊天记录，会立刻标记并通知相关部门，你的资金可能被关注，人可能被拒绝入境。行为三，来源解释不清的虚拟货币。现在很多海关官员会检查你手机里是否装有加密货币钱包 APP， 如果你申报携带现金很少，但钱包里却有数额较大的数字货币资产，或者有大量关于 USDT 场外交易的聊天，海关会严厉询问，这些资产哪里来的？报税了吗？你能证明合规来源吗？如果解释不清，或与你过往的报税记录不符，资金问题和税务问题两项就可能被提出。有人肯定会问，苏燕，我把微信删了，把照片彻底清空，不就没事了？你低估了现代技术。第一，云端备份是你需要注意的。很多人的照片、聊天记录会自动同步到云端，你删了手机本地的，云端还存着。在海关，官员可能要求你当场登录云端账户进行检查。更需要注意的是，像微信这类 APP， 即使你卸载了，如果之前开启过聊天记录、迁移或备份，当你被要求重新安装登录时，几年的聊天记录可能会完整的同步回来。我见过案例，当事人自信地删了 APP， 海关让他当场下载登录，一登录，大量聊天记录瞬间加载完毕，造成麻烦。第二，所谓的无痕浏览并不能完全避免检查，你搜索过的关键词、输入法的联想词库、系统缓存都可能被专业工具提取出来。如果你经常搜索美国现金工作、如何规避海关检查这类词，这些数字痕迹就会成为对你不利的间接材料。
第三，别以为旧手机就安全。很多人出国会带一部国内用的旧手机，海关检查时会收走你所有的电子设备，那部旧手机里可能存着你几年前的聊天记录。老陈的案例就是如此，那条短信是2年前的，但他从未清理过旧手机的聊天记录。记住，海关的审查没有追溯时效限制，只要数据还在设备里，哪怕是多年前的记录，也一样能成为参考信息。最后，如果不幸被请进询问室，面对检查要求，到底该怎么办？核心原则一：态度上配合，言语上谨慎，不要发生冲突，不要大喊大叫，那只会导致情况更糟。法律要求你配合检查交出设备，提供密码，不配合的后果可能更严重。核心原则二：绝对不要提供不实信息。如果你手机里确实有敏感内容，当然，希望你听完立刻清理。被官员问及时，千万不要用一个谎言去掩盖。比如，一笔收入被问及，你硬说是朋友还钱，官员会要求你提供借条、朋友的详细联系方式，甚至当场打电话核实。一旦不服，你的问题就从工作问题升级为提供不实信息，处理更重。在极端情况下，说明情况可能比用一个谎言去掩盖，后果稍轻一些。但这需要非常谨慎的判断。核心原则三：涉及严重法律问题时，可以要求联系律师。如果官员的问题明显指向严重的金融问题或欺诈，你感觉回答可能会让你面临法律风险，你有权保持沉默。你可以清晰地说，我选择保持沉默，我需要联系我的律师。I choose to remain silent. I would like to speak to an attorney. 虽然这几乎必然导致你此次被拒绝入境，但至少能避免你在高压下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话。朋友们，手机今天已经成了我们最亲密也最需要留意的数字记录仪，它记录着我们所有的生活，也留存着我们的许多信息。在美国海关这个特殊的边境区域前，你的手机就是一本可能被打开，供执法者查看的记录。不要觉得我苏燕在汇点生活这里是在危言耸听。老陈的故事，每一天都在主要机场的某个角落里，以不同的形式发生。那些因为一张忘记删除的转账截图，一条帮亲戚看店的微信，一个在群里换汇的请求，而被拒绝入境、绿卡受影响的人，他们在登上返回航班前，也和你此刻一样，认为自己没有问题，认为情况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你要永远记住，绿卡不只是一份权利，它更是一份责任。它要求你在这个国家合规、真实的生活与居住。从今天起，养成定期清理数字记录的习惯，这不仅仅是为了过海关那一关，更是为了把你和你的家庭安置在一个更平稳、更安心的生活基础之上。未来的世界，金融透明和边境安全审查只会越来越严格。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，别让你2年前随手发出的一条信息，成为影响你多年努力的那个因素。我是苏燕，在汇点生活，我只提供信息，只给建议。如果今天这番话哪怕只有一句让你有所注意，请务必点赞，把它转发给你身边所有需要进出美国国境的朋友、家人。你的这个举手之劳，很可能就帮助了一个需要信息的家庭。咱们下期内容再见。